在非洲东部南苏丹那片炙热而贫瘠的草原上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部落，至今仍靠着牛奶与牛粪维系着生活的全部。他们是真真实实生活在当下的原始人，他们就是丁卡族。这里的男人身高常常超过2米，皮肤漆黑如墨，站在阳光下能和影子融为一体。他们被称为世界上最高的人种之一，是非洲人群中最显眼、最独特的族群。但与他们巨人的外形相比，更令人震撼的是，他们几乎把整个人生都交给了牛。牛是这个民族的全部，他们用牛奶做饭，用牛粪生活，用牛尿洗头。结婚时要拿出20头牛当聘礼，甚至还规定必须送15头母牛、5头公牛，样样不能错。小孩从小在牛群中长大，会先学喂牛、扫牛粪，再学说话。他们不会养宠物，却把每一头牛都起了名字。牛若死去，要像亲人一样哀悼。这些牛人居住在南苏丹尼罗河流域，被沙漠、河流、草地与沼泽包围，过着以牛为轴心的游牧生活。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少数仍维持原始社会形态的族群之一，至今不吃牛肉，不种植作物，而是依靠牛奶与玉米面勉强果腹。他们的房子是用牛粪抹墙、牛骨撑顶，他们的节日是为牛举行祈福仪式，他们的战斗是为了牛而爆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用牛维系一切的民族，究竟还能走多远？在现代发展迅速的当下，他们会如何自处？本期将带你走进这个极端又真实的世界，走进那些日夜守护牛群的丁卡人。你将看到他们的居所、婚姻、饮食、信仰、规矩，乃至未来的选择，为什么都绕不开一头牛。你也将看到，在全球化的洪流与战争灾难的夹击下，这个以牛为图腾的民族正在经历怎样的挣扎与变化。丁卡人是生活在非洲东部南苏丹的一个古老民族，他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尼罗河上游的辽阔沼泽地和草原之间，以放牧为生。如今，这片土地依旧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。南苏丹的地貌复杂，丁卡人主要活动于北纬6度附近，这里靠近白尼罗河流域的上尼罗地区。这里年均气温高达35摄氏度，雨季与旱季分明，气候恶劣，土地贫瘠，基础设施几乎为零，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，偶尔泛滥的河水以及被太阳晒裂的泥地。尽管自然环境恶劣，丁卡人却深知这片土地的性格，哪处水源丰富，哪段草地肥美，哪片树林适合扎营，哪条水道可能泛滥。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居住地，整个丁卡民族维持着一种高度机动性的游牧生活，一年中平均迁徙5到10次，每一次迁徙都像是一次重启式的生存挑战。他们要带着所有的财产、帐篷、粮食、器具，还有最重要的牛群，步行穿越泥泞、干旱，甚至是战争冲突区，只为了寻找下一片可供放牧的草场。男人负责驱赶牛群，女人背着锅碗和孩子走在队伍中央，年轻人手持长矛或枪支，在队伍两侧防备野兽或捣牛贼。老人与孩子则坐在木质牛车上慢慢移动。整个迁徙队伍长达数公里，如同移动的村庄，一路上点火取暖，支帐休息，熬奶喂牛，生活始终在流动中维持。迁徙途中最重要的判断是水源。白尼罗河虽然是生命线，但每年5月到10月的雨季，河水会倒灌成灾，大面积农田与村落被水淹没，迫使丁卡人不得不转移营地，带着牛群进入高地或密林。旱季时，草场枯黄，水塘干涸，又需要他们再度远行，寻找绿色与水汽的踪影。每次迁徙都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，这是一种反复被打散再重组的生活方式。每次扎营，他们都会用树枝、芦苇、牛粪等材料迅速搭起新的帐篷，围出牛圈，安顿老人孩子。白天赶牛觅草，夜晚轮流值夜守护。帐篷并不密封，防不住风沙和蚊虫，但丁卡人早已习惯，他们的身体
以和这片土地的脾性彼此磨合成了一种粗粝的平衡。这种高度依赖自然、随环境流动的生活方式，也使得丁卡人始终与城市化保持距离。丁卡人的住处通常设在空旷的平原地带，靠近水源与草场。每到一个新营地，男人们第一件事不是搭帐篷，而是圈牛。他们会用树枝和干草围出一个简陋的圆形牛圈，用来安置家族中最宝贵的牛群。这个牛圈是整个家的核心。帐篷则用树枝和牛粪搭建而成，覆盖着厚厚的牛皮或塑料布，最多可容纳1-2人席地而卧。帐篷低矮，顶端呈圆形，门口朝东，以便清晨太阳升起时，阳光可以第一时间照进屋里。丁卡人对于住的要求不高，对他们来说，屋子只是一个过夜的庇护所。与其说他们住在屋里，不如说他们住在牛圈边上。白天，男人与牛群一起出行，傍晚牛回圈后，男人就在牛圈旁支起小火堆，一边熏火驱蚊，一边守夜。他们通常席地而坐，身下铺的是干草或牛皮，披一块毯子便算过夜。很多时候，男人甚至不进帐篷，而是直接睡在牛圈外的火堆边，在耳边能听到牛的呼吸，让他们觉得安心。女人与孩子的帐篷相对更整洁一些，内部简单摆放着木碗、水壶和储存奶制品的葫芦罐，有时也会悬挂一串牛尾骨或干奶酪，作为辟邪物或干粮。帐篷顶部经常能看到一圈被烟熏黑的痕迹，那是因为他们会在帐篷中点火做饭或熏牛皮，浓烟往上冲，使得整个帐篷始终带着一股烧焦与牛粪混合的气味。他们没有床，没有桌椅，没有窗，家具是奢侈的概念，收纳是不存在的逻辑。生活的一切都围绕牛展开，水缸是给牛喝的，灰烬是用来刷牙的，牛粪堆是孩子的取暖炉，牛棚边是男人的卧室。牛粪的用途尤其广泛，干牛粪是天然燃料。每天清晨，孩子们负责捡牛粪，拍成饼，晾晒堆放。牛粪火燃烧慢，烟雾大，是丁卡人对抗蚊虫最有效的方法。晚上全家围着火堆坐一圈，火堆里燃着牛粪，身上抹着牛粪灰，既保温又驱虫。牛粪在他们眼里不是赃物，而是生活必需品。这种简陋的居住条件对外人来说或许难以忍受，但丁卡人却过得自在。他们习惯了烟熏火燎的屋顶，习惯了躺在土上入睡，也习惯了夜里有蚊虫、有野兽、有牛的陪伴。他们觉得这才是家的味道。有时候大雨连绵，帐篷漏水，地面泥泞，牛圈变成沼泽，他们也只是换个角度躺下，用兽皮盖住身体，继续生活。这种看似粗糙的居住方式，其实蕴含着极强的适应性与灵活性。他们能在1天内完成搬迁与重建，能迅速扎营，迅速撤离。他们用最简单的材料搭建起一个随时可以重启的家。当世界大多数人用香波、护肤品、牙膏和化妆品打理自己时，丁卡人却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方式。他们的洗护用品全都来自于牛。当早上第一缕阳光洒进牛圈，丁卡村庄里最独特的美容仪式便开始了。男人们光着上身，披着兽皮，围着牛群走动，寻找那头熟悉的洗头牛。他们轻声催促牛撒尿，并用双手或器皿接住第一泡温热的牛尿，直接倒在自己头上，从发根到脖颈反复冲洗。没有人觉得恶心，更没有人闪躲。牛尿对他们来说不是污秽，而是天然的保养液。据丁卡人的说法，牛尿有杀菌止痒、去头虱、护发防晒的功效。长时间使用后，头发会逐渐染上微微发黄甚至橘红色的色泽，这被视为成熟男性的象征，代表这个人忠诚于传统，与牛关系亲密，也代表他是值得托付的伴侣。除了头发，牛尿也被用来清洗伤口、驱蚊止痒，甚至治疗皮肤病。在没有医疗条件的环境中，这种自给自足的护理方式成了他们独特的草原医学。而与牛尿并行的还有牛粪美容法。丁卡人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牛粪，新鲜的牛粪被妇女和孩子收集后，
拍成饼状摊在草地或屋檐下晾晒。晒干的牛粪不仅是烧火做饭的燃料，还是多功能生活材料，铺地垫床、堆墙加固、熏火驱蚊、做灰涂身，应有尽有。最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还用牛粪来护肤。清晨或傍晚时分，丁卡女人会将牛粪混合灰烬、水或草药捣成糊状，铺抹在脸部、手臂、小腿等裸露部位，等其自然风干后，再轻轻剥落或擦净。这种泥面膜状的做法不仅可以防晒、防虫、去油脂，还能形成一层防护壳，在酷热干燥的环境中有效保湿。年轻女孩在参加舞蹈节或祭祀仪式前，会用牛粪灰在脸上画出特殊图案，以示青春与纯净。男人们也常在出门放牧前在皮肤上抹灰，用以防晒并彰显部落身份。他们刷牙的方式同样原生态，将牛粪灰与树枝或灌木根茎一起使用，摩擦牙齿去垢。他们坚信牛粪灰中含有天然碱性成分，能中和口腔酸性，保持牙齿洁白。观察下来，虽然他们没有牙膏和牙刷，但很多老人的牙齿竟然意外的完整结实。当然，这些方式在现代人看来显得极为奇特，甚至难以接受，但对丁卡人而言，这些都是从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知识，是经过世代验证的实用技巧。气味是丁卡人身上最显著的信号，他们身上常年带着牛粪、烟火、草灰和奶的混合气味。这股味道虽然对外人来说浓烈刺鼻，却在部落内部被看作是一种亲近自然的印记。身上若没这股味道，反而会被怀疑不干活或离牛太远。这种与牛共生的生活方式，让丁卡人的皮肤、牙齿、头发都因有牛留下的痕迹。他们对身体的照料不是为了取悦他人，而是为了尊重牛神，维系传统，融入部落。在现代化浪潮之外，这样的牛系护肤术可能难以被理解，但在南苏丹的原野上，它依旧每天在进行，温柔又坚定，毫不羞怯。对丁卡人来说，不是肮脏，而是日子最真实的味道。在丁卡人眼中，牛不是牲畜，而是神赐的礼物，生命的化身，家庭的延续和尊严的体现。对他们来说，牛不仅仅是食物、劳力或交易的工具，它是灵魂的寄托，是部落文化的核心，是人生中每个重要节点不可或缺的存在。一个丁卡人从出生那一刻起，生命就已经被牛牢牢绑定。婴儿降生后，族人会立刻宰杀一只小鸡，将鸡血涂抹在孩子额头，同时为他挑选一头命牛。这头牛将伴随孩子成长，不仅是他的标志，也是他未来的财富基础。孩子在学说话前，先学叫牛的名字，学会模仿牛叫，模仿大人喂牛、洗牛、为牛熏火。每头牛都有名字，有性格，有地位，而每个孩子也在牛圈边学会了部落的第一条规则：牛比人重要。牛在婚姻制度中地位更是无可替代。丁卡男人若想娶妻，必须支付牛作为聘礼，而且数量不低。一般来说，娶一个妻子至少需要20头牛，其中15头母牛，5头公牛。母牛代表生命的延续，公牛象征力量与繁殖能力，比例搭配不能随意更改。这20头牛不是一笔简单的交易，而是一整家族对男方的认可。若男方家境贫穷，亲戚必须凑牛帮忙，像筹备一场战役般动员全村资源，而女方也必须确认这些牛确实存在并健康，才能安心嫁人。丁卡人常说，没有牛的婚姻不算婚姻，甚至在一些部落内部流行娶妻不过夜，收牛就算完的观念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收了牛，婚姻便已成立，是否同居反而是次要的。这种观念虽然古老，却清楚地表明了婚姻在丁卡人社会中本质是一种权力转移的仪式。除了婚姻，牛还承担着巨大的金融功能。在丁卡人社会中，没有货币流通，一切交换与赔偿都靠牛结算。谁家闯了祸，孩子打了架，兄弟打了人，只要出了事就得赔牛。打死一人可能赔80头牛，打伤一个邻居也可能赔10头。这些数字并非随意，而是几代人传承下来的社会规则。
同时牛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在村落里，谁家牛最多，谁就是最有声望的人。长老们开会时不看谁年纪最大，而是看谁带的牛最多。仪式开始前不是请人讲话，而是请人牵牛献奶。有的家庭甚至特意饲养1世牛，不为生奶，只为在重要时刻展示家族荣誉。牛甚至深入到名字与神话中，很多丁卡人的名字就来自牛，比如米利意为奶牛，卡多意为白牛，勒古意为牛角弯曲者。他们的神话故事中，牛是世界的起源，是天神送给丁卡祖先的圣物。他们相信，人死后会转生为牛，牛死后也会变成祖灵回到天上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丁卡人极少宰牛吃肉。牛死了，尸体会被小心地抬到远处，进行焚烧或抛入水中，不能随意处置。他们宁愿饿肚子，也不忍杀牛。在严重饥荒年份，部落人连野菜都吃完了，也不杀自家牛，只等牛自然老死。对他们来说，杀牛等同于断根，是不可接受的背叛。而人与牛之间的情感联系也远比外界想象的深。有的老人会在牛耳边低语，有的少年对牛倾诉心事。每头牛都有他的情绪，也有他的朋友。部落的孩子能一眼认出谁家的牛，从牛角的弯度、花纹的对称、耳朵的伤疤，甚至到叫声的高低，没有一个是模糊的。在丁卡人的世界里，维持着一种极具秩序的内部运作，而这套秩序不靠契约，也不靠权力，而是靠仪式。规矩与祖训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，从出生到死亡，从家庭到部落，从日常到神圣，层层嵌套，环环相扣。对丁卡人来说，真正意义上的人生从一道刀疤开始。年满14岁的男孩会在家族长辈安排下接受一次刻骨铭心的成年礼，额头刻痕。仪式当天，少年必须赤裸上身，坐在村中空地中央，由经验最丰富的部族男子持刀为其在额头上横向刻出6到8道深深的平行切口，这是实打实的鲜血与疼痛。过程中不能喊，不能躲，不能哭，一旦出现动摇，整个部落都会认为这个少年不合格，将终身背负懦弱者的羞耻印记，甚至在婚姻、继承、社交上被边缘化。而完成仪式者则被正式承认为男人，有资格参战、娶妻、放牛、参加部落会议。他们头上的疤痕成了身份的象征，也是一种永久的荣誉。这种对疼痛的仪式化接受，不只是肉体考验，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洗礼。只有经历过流血的考验，才能真正成为丁卡人。只有在伤口结痂后挺直了腰杆，才配站进牛圈，与成年男人并肩而立。丁卡人还信奉一种严密的图腾制度，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动物，有的是鱼，有的是鸟，有的是树，有的是蛇。图腾一旦确定，便终身不可食用，也不可伤害。比如某家族以鱼为图腾，他们将终身不吃鱼，若有人违背，即视为背祖，不仅个人会倒霉，还可能引发整个家族的灵魂动荡。而这套制度代代相传，父不失其图腾，子亦如是，绝不更改。图腾不只是信仰，更是一种道德警戒。它提醒每一个丁卡人，你的行为不只代表你个人，还关乎你的祖先与部族的荣誉。某种意义上，它构成了丁卡社会中无形的法律体系。丁卡人的婚恋并不浪漫，但也绝不轻率。男女双方虽不禁止自由相识，但真正的婚姻必须通过一整套严密的流程确认。最初的试探往往从一顿饭开始，男方送鸡肉给女方家庭，如果女方家庭接受鸡肉，表示可以继续来往；如果退还，则是礼貌的拒绝，不再深交。若继续交往，男方需在未来数月内频繁送奶、送粥、送烟草，用行动表达诚意。当女方父母松口后，男方家庭必须正式提出送牛，启动聘礼程序。通常起点是20头牛，分批交付，每交一次都会举行一次小仪式，屠一头鸡，合族见证，象征婚事已有进展。
整个过程可长达2年甚至更久。最终女方若同意嫁入，便会由家中长者牵着步入男方营地，在火堆旁喝下联婚奶茶，婚姻才算真正完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女方本人对婚姻是否同意，在仪式中并不发生，她的态度由家族决定，除非她明确表达强烈拒绝，否则便默认接受。这种婚配方式虽然带有明显的父权色彩，却也有其社群稳定的逻辑。婚姻不是2人结合，而是2个家族的联盟。在丁卡部落中，年龄几乎决定一切，年长者拥有话语权、分配权和仪式主持权，年轻人必须服从指令，不得顶嘴，不得抢话。如果年轻人公开质疑长者，将会被视为背离传统，严重者甚至会被赶出牛圈，剥夺继承牛群的资格。性别分工同样泾渭分明，男性负责放牧、迁徙、建圈、打仗，女性负责采集、煮食、喂奶、照顾孩子。虽然女性在家庭中极其辛劳，但在部落意识中几乎没有发言权。这种模式虽显不平等，却维持了部落内部高度有序的运行状态。在丁卡人这套看似原始的社会结构中，仪式不是表演，而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。每一条规矩背后都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传承，每一场仪式之中隐藏着族群身份的再确认。近年来，随着南苏丹通信公司的推广，部分丁卡人已经开始使用简单的功能手机，甚至有人在迁徙途中举着手机寻找信号发短讯。虽然他们不识字，但能通过语音指令与城市里的亲戚联系，偶尔还能靠手机确定下一个营地的大致方向。紧随其后的是塑料制品与旧衣物流入，从城市流入的塑料桶、帆布袋、捐赠衣物，渐渐替代了传统牛皮水囊和自制布衣。一些年轻人甚至开始穿上印有英文标语的 T 恤，在草原上放牛时戴上太阳镜，颇有一种部落潮人的荒诞感。即便如此，现实压力让一些年轻人不得不妥协，他们开始在城市中打工，当摩托司机、搬运工、保安，用赚来的钱寄回村子，换取粮食、药品或聘礼用牛。他们看过电灯，看过电视，但心里依旧惦记着牛圈中的那头白牛。丁卡社会也因此出现撕裂的断层，一边是坚持传统、留守草原的老人和放牧人，坚信牛是唯一的生活方式；另一边是接受现代工具与观念的年轻人，试图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找一个更轻松的出路。有的家庭已经不再完全依靠放牧，而是尝试将牛制品商品化。奶茶、牛皮、牛角饰品在附近城市的市场里慢慢出现丁卡风格，虽然利润微薄，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：传统不必全部消失，只要能适应就能留下。他们想保留牛，但也想要干净的水源和药品；他们想守住部落，但也想让孩子不再吃牛粪做的饭。他们并不拒绝文明，只是不知道怎样才不丢掉自己。丁卡人曾经用牛守住了文化，但现在他们要开始学会用文化保护牛。牛是他们的根，但若不懂更新土壤，根也会烂死。这一群世界上最高、最黑、最倔强的民族，如今站在草原与公路之间，他们背后是祖先的眼睛，前方是文明的路灯，而他们正在迟疑地迈出脚步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欢迎大家关注、点赞、收藏，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。